依持正见，倡导实修。智空禅师开示：道德是教法传承的关键载体。我反省过自己，在师徒关系上，对我的一些师父某些时候做得不是很好。现在我的个别徒弟对我不礼貌、不尊重，也许是因果循环吗？我的依止师也有几个，我一般是出于对长老的尊重而依止他们，除了一些礼貌上的、必要的尊重客气之外，我基本没有从师父那里得到过教法以及教化。因为我这个人天生的喜欢自己学习和思考，做什么都喜欢依靠自己。我的教法义理等等的学习积累，是根据各种佛教书籍上吸收，与书中善知识的开示加以融会贯通了解的。我都是自己琢磨和建立的佛学思想体系。我的实修也是自己在独自前行，没人督促。我知道实修必须是自己来做，而且我也了解到实修所需要的态度、方法和技巧，由此自己一路实修下来，直到今天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一方面，我天生就是这样一种性格；另一方面，我对整个佛法的传承、内涵和修正有自己的看法。我也不懂这个自己的看法是不是算前生的遗留判断。到现在为止，我对整个佛法的理论和实践基本都是正确的。我的这些佛学思想，大部分内容甚至我的依止师都没有，但是这并不影响我对他们的尊重。我对天下的成就者，尤其是在教法上、实修指导上给我以启发的善知识，也都充满了尊重与恭敬。我不一定是个好师父，但是我相信，我所传授的这些修行手段对80%-90%的人是适用的。我对徒弟的这种加倍与教化是真实和有用的，而且是倾心传授的。站在佛法的角度来说，如果接受我讲的这些法义，哪怕是一经一句的教授，都应该恭敬。因为我既然给你们开示了心药，那么弟子就应该有一个基本的礼敬态度，尤其不应该丢失这种基础态度。什么意思呢？你们应该想到，认为做师父也好，或没有皈依但接受过我的教化也好，这个你们已经受过我教法帮助的关系已经不能变了。所以应该把我安在对你来说一个善知识的角度来对待，来恭敬与礼拜，供养与赞叹，而不是把我当作另一种身份，比如朋友，甚至男朋友等等，这是错误的。有一些徒弟做得很好，有一些徒弟做得不好，还有一些人虽然没有依止我，但是对我很恭敬。我的师父们有几个已经往生了，所以这些老和尚在他们有生之年，我希望尽孝。师父年龄大了，就像世俗的人儿女要尽孝一样，要养老送终。前一阵子有一个师兄弟，他说你什么时候也开一个大庙？我就很明确地说，我是会对师父养老送终的，不管师父需不需要，作为徒弟要养老送终的。出家人的师徒关系就像在家人的父子关系一样，所以我还没准备开一个大庙。其实另外还有一个理由是，我只希望一个小地方维持自己的禅修就可以。我个人认为我自己基本是一个礼教的守护者，
一个道德的守护者。在这一方面，我做的还是可以的。我希望我的徒弟们，人世间的人伦之德要遵守。出家后，出家人也要有这种规矩、规范。这个不是一定要求你要怎么样，因为这是一种德。如果没有这种德，这个教法和实修法的传承就无以传承下去。如果师徒关系上没有德，你还要师徒关系中这个法义传承下去，那绝对是对法义的侮辱和玷污。我提醒我的徒弟们，不管你受我的法恩多还是少，都要恭敬。对你佛法知见建立和实修手段进步有过一些帮助的善知识，也要恭敬，这对你自己有非常大的好处。如果你做不到这些的话，结果会很惨。你将失去所有维护你身心的吉祥，以及在这个世界继续顺利下去的支持，你的修行就没什么希望。希望你们了解我对师徒关系的态度，学会怎么样与我这样一个出家师父相处。你的态度要对，不管你说的话对不对，或者空性正见有没有，或者修行的知见对不对，这个没关系，这个可以改。但是你对我的态度决定了你可不可以跟我继续深入。你对法对师父的真心怎么样，对我是否恭敬等等，我都会明白。有一个好的态度与正确的目的，就是修行成功了一半。如果没有一个好的态度，你再对我怎么好，我也无法接受，因为已经失去联系性了。